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事儿我管不了。哎，谁说的？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。我，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，久仰久仰。姑娘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，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。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，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，真是好雅兴啊！八公子，八公子，八公子，请受小女一拜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没人见过八公子，现在你就是八公子，还不快！给大家讲讲，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啊。在那儿追！哎，站住！追！呆子，这那边。小子，走这边。过来，别动，按我说的做。王公子，你喝醉了。喝，哎呀，怎么这酒量不行啊？啊，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？哎呦，哎呦，王公子，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啊？不成不成不成，定远伯的公子在枕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。走走走走走，啊走走走。走走走走，哎，怎么样？跟丢了，没找到。是吗？走走走走。王公子，慢点慢点慢点。师傅，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！你来京城，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。要不是我在，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我今天确实大意了，没想到被人在枕楼上了一课。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？不清楚，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。师傅，那些场卫很棘手吗？没事，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。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，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。小子，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、伯爵云轨了吧？您说的对，是应该多加小心。哎，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，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。你说说。太后下葬，朝臣们分为了两派，一派力主维持现状，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。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，促成帝后合葬。皇帝为难，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，工部侍郎庄知府去做。而如今只剩下3日期限，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。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。我问你，太后是谁？先帝的皇后，皇上的嫡母。李贵太妃是谁？皇上的生母，先帝深爱的妃子啊。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？杏儿她是个好孩子，只是当年入宫的时候她尚且年幼，
还分不清是非亲疏。希儿啊，他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也回来了，他会懂的。这些年来，委屈你了。王爷，这是哪里话？周妃罹难，留下2个孩子，你还那么年轻就当了继母。这些年来府里这些闲言碎语，我都是知道的。可是我更知道，没有人比你对这2个孩子更好了。你自己服食了绝育的药，从此不能再有亲骨肉了。你真的觉得值得吗？继母也是母亲啊。王爷的苦楚，臣妾都明白。王府多一个子嗣，官家就多一份猜忌。只要王爷安心，希儿能孝顺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人没事就好，是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老钟啊，多亏了你了。哎呦，回老夫人，不是我，是大姑娘，她正着把门开了，要不然我发现不了。老夫人，幸好您没跟我们睡在一块儿呢。这好好的，怎么都睡被窝去了呢？烧木炭时屋里不能关紧门窗，若是烧得不巧，人是会闷死在里面的。不对呀，我们前半宿还在那儿聊天解闷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们睡下的时候，大姑娘还在外头呢。你明知道会闷死的话，干嘛把阁门关得这么死呢？不是我睡着以后又有人把门关紧了。不是你，大伙儿都睡着了，难不成是鬼啊？哎，大姑娘，你一时大意，夫人们又不会怪你，你硬着脖子不认干什么呀？秦姨娘，或许真的不是芷儿呢。那你倒说说呀，不是她是谁呀？是秦姨娘关的门，我看见了。哎，这个死丫头，门也不知道关个牢。李哥，你这会儿迷迷糊糊的，怕是看错了。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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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睡得跟死尸一样，不是我，老夫人，我冤枉啊，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不是我。他是一个小孩子，平白无故的冤枉你一个姨娘做什么？我要不是为了这些孩子，早就跳井死了，我还在这里受你们冤屈。你就是个下人，装什么样子？当真不能发卖了你？嘿，二嫂，卖不卖他应该是我说了算吧？你的意思是李哥在说谎了？他有没有说谎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秦姨娘是你房里的人，秦姨娘当然是我房里会袒护她的，你说小孩子是不会撒谎。别吵了。我扶你回房。二嫂，管好你自己房里的人。我的预言大将军死了。云散了，好多星啊！是啊，天容海色本称金。芷儿，今日为何爬上去解幡呢？因为他们都不愿意爬呀。我既会爬树，想来爬这个没什么难的。那么，周师们
为何不爬呢？他们是不会吗？他们在争斗，在暴雨里、风浪里，各自为各自打算。可谁都不去做的话，说不准船会翻了呀。也说不准船不会翻，但倘若有人爬上了桅杆，稍有不慎掉进海里，或中了雷电，那就断无生机了。有了这样的权衡，他们谁都不肯为旁人去冒险。侄儿，你自有心思澄净，不知畏惧，有时候是好事，但有时候就不是。不是力所能及的事，就不一定要去做，应知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祖父，我听不懂了。譬如今天这个事，你善爬树，便不假思索地爬上去。你头一次出海，对这情形一无所知。若有万一，你让祖父怎么办呢？又倘若你中途怕了、后悔了，又如何能回头呢？侄儿，你年纪尚小，前面的路还长，无论你如何抉择进退，都应该好好的想想，做与不做，为何要去做？只有心中有了抉择，路才走得明白。倘若叫你再选一次，爬上的桅杆值得吗？自然值得，因为祖父在船上呀。侄儿可会怪祖父，小小年纪便随我四方奔波，历尽风浪艰难。这般日子哪里不好？侄儿想永远跟着祖父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可怜天生我侄儿是个女儿身，再长几岁，你便办不得书童了。祖父，那是北极星吗？对。昨儿我看见有人举个木牌对着星星看。那是潜星板。海天茫茫，要靠星斗辨明前路。只要找到正确的那颗星，最终就能抵达去处。沈琦，这外面有冀修斯的茶子在看着。不要紧，我们是光明正大来探望的。师母安好，夫人好，在下陈志、于正尧、沈琦。世态炎凉，没想到尚有3位君子。老夫人，我带了些衣被吃食，就在外面的马车上。你们能来，亦难能可贵了。我们怎能凭空收受你们的恩惠？老夫人，夫人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先生出事，我们心里如见，只恨不能以身相替。您就收下吧。是啊，你们就收下吧。我去搬进来。我也去。就说怎么一大早就听见喜鹊叫呢？果真有贵客登门。夫人，老夫人，我们近日来是有事想同诸位夫人们商议。请讲。不瞒老夫人，夫人，昨日先生出事，我有一位堂兄在先王府供职暂读，我通过钱财托他书童打听。如何？官家心意已决。我已经料到了，但也多谢你们，你们的大恩大德，华家感念在心。老夫人言重了，还有一事，在下斗胆若说，请老夫人勿怪。但说无妨。
先生身陷囹圄，府中内眷没了生计，以后要如何是好？是啊，真的没活路了。夫人莫急，我们都是先生的门生，与子侄无异。昨日我与沈大郎、于三郎同门们都商议过了，当务之急是要有个男丁能替夫人们抛头露面，决断外事。确实如此啊。夫人们今日虽还有财帛傍身，可坐食山空终究不是办法。依我浅见，该购置田亩，聚拢佃农才是长久之计。要想维持中等人家的开支，至少要15亩地，另外要在那城中另几间院子，老小才有栖身。这地方哪里住得了人呢？太少了，少说30-50亩还不够呢。只是不知现在1亩田要多少银钱。昨日我们算了个总价出来，不知总付何在，不妨请出来一同商议。大嫂都不懂这些，我才是长家娘子。夫人，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，咱们先去买地，先把地置办好了，再去城中把房子置办。花姐，我眼下没有许多现钱，只能买到这些。过几日再给你们送来。多谢你了，我们就当这是一次救济，我们欠你一份恩情，以后就不必了。啊，不要紧的，我们两家本就该。那日我已备好定帖，只等祖父回来就去你家登门。结果祖父一回来，就将定帖烧了，我才知你家出了事儿。昨日之事已成泡影，不再是说这些的时候了。我来吧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侄儿，我们有救了。祖父能回来了？多亏了老太爷那几位仁义的学生，他们肯出面替咱们租房赁屋，过不了多久，咱们就可以搬回城里住了。买多少地花多少钱，这是你们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东西都要当了吗？哎呀，这些不都是身外之物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也都商量好了。暂且呢，先忍一忍，什么衣服啊、床铺啊、奴婢都先不买了，省下钱来，赶紧的买地置屋。母亲，你的东西都放进去了。是啊，你三婶说的对，我们这些妇孺坐拥财帛，若不快些折作宅子田亩，终究是守不住的，说不定呢还会引来祸事呢。是啊。这夜里睡着，丫鬟们的脚丫子都快蹬到我的脑袋上来了，这地方实在是住不得。是，去当铺换钱买地租房，这些事情我也能做，为什么要托付给他们几个？哎呀，你莫要胡说了，你一未出阁的女子，怎能同那些商贾们讨价还价呢？别管他，东西都在这儿了，这将一半之数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哦，我这还有一些。我既应了夫人们，少不得豁出去，做也得做，不做也得做。缺的钱我自去想法子补上，尽快让夫人们有个安身之地才最要紧。这可不是小数目。诸位夫人，陈某对天起誓，此间财物我分文不取。我一人做事，恐夫人们不放心，还是彼此有个监看才妥当。陈兄。我虽家贫，也愿为先生尽绵薄之力。若陈兄不介意，我便来做这个监督，我一分文不取。要不我也……沈兄，令祖令尊与花先生同朝为官，你还是置身事外的好。既要监督，那也应该是花家出人。哎呀，长辈谋事，小丫头别乱插嘴。我们这些女人们哪懂什么买房买地的事情呢？你们都是君子，平白无故的相帮。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。哎呀，老夫人，昨天咱们还说什么来着？说不知道往哪儿找一个称门立户的男子。今天
不就都来了吗？还一来3个，亦是否极泰来，逢凶化吉呀。陈郎君。啊，夫人。我有一桩私事想问你。陈郎君相貌堂堂，又有一副好心肠，只是不知可曾婚配呀？在下惭愧，尚未婚娶。好，真好，真好。夫人，有劳了啊，辛苦慢走，慢走啊。钟叔，哎，你去跟着他吧。你做什么？我还看书呢。哎呀，你祖父的学生，你看着可好？这等轻浮之言，何必说出来？平白污了我的耳朵。嘿，你这死丫头，你娘这双眼睛可是油锅里炼过的。那陈志我看过了。通身富贵气度，相貌也好，紧急关头能挑得起担子，这人品没得说。看娘趁热打铁，招了这个送上门的女婿，稳稳当当捞咱们家出这个火坑啊！我才不讲！你懂什么？老夫人已经说了，但凡招上女婿，便将家业托付，日后成门立户，咱们娘俩就是当家做主的人呐。你看得上，你自己嫁了便是。你这死丫头，给我回来！姑娘，看看这个可适合你的。料子都是上好的。全仰仗陈兄了，你同我客气什么？我就忘了你险些做了花娘子的心绪。陈兄，此事不好玩笑，关乎沈兄的前程，日后千万别再提了。不要紧，造化弄人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沈兄，你快归家去吧。我与于兄把这些折成钱，这车明日再还你。好。跟着他一整天，是我亲眼看见那个姓于的把一马车的货物都送进了当铺里，那个姓陈的也跟着回家了。辛苦钟叔了，只是明日还得继续跟着。好，早点休息吧。哎，您慢着点。哎，那沈家郎君送的吃食啊，明日便吃尽了，那也不知道他是早上送来呢，还是晚上送来。天姨娘，你倒嘴刁，专捡香的吃。哪有香的呀？都是些街市上的粗食，贩夫走卒都能买来吃的。从前府里那个平江府来的点心厨子，都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傻才！姑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快喝碗热粥暖暖身子吧。你喝了吗？我不饿，姑娘多吃些。福东，你的家当也都放进去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我那点子钱也不管什么用，我就想着能跟着姑娘你们回城去，有张床睡，有口饭吃就够了。跟着我们已经没有床睡了，也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饭吃。三婶他们走投无路，劝是劝不住的。若真赔进去了，以后该怎么办？啷个里个啷，啷个里个啷，里个啷。哎呀！陈哥，听说袁副使城闷气，打死了好几个犯人。好几个？问司使安，
司使，来，您来口茶。我不喝。那您有事儿吩咐。我没什么事儿，你们聊，我到处逛逛。逛，我带您逛，走。咱们这新头脾气还挺好啊。到了，这边走。1层呢，七秀司主要是牢房，总共有17个牢房，左边是关押死刑犯的，右边关押轻一点的刑犯。日常办事的地方主要在2楼，您的区域也在2楼。这边走，哎，小心楼梯。小的名叫陈吉，吩咐我就好了啊。前面就是司使勾谢了，这边，有台阶，有台阶，那是您的主座。司使，那小的给您泡壶茶去。去吧。得嘞。你插刀别冲着我。回来了。陈哥，怎么样？那个脾气太好了。来了，头，这是我今年新买的。司使饶命！再去七义湖，把袁副使给我叫过来。是。至于你的事情，一会儿再说。是，谢司使，谢司使。司使，陈哥有点头晕眼花，让我再给您酌一壶茶。辛苦。陈哥，怎么了？好。哥平时对您咋样？还行啊。喝了，以后替哥盘啊！这你不要了？还有家里的老母亲，多替哥照顾啊！啊？多大的事儿啊！不过了。这个死丫头鬼鬼祟祟出门做什么？客官，您看，我们这都上好的烧酒。来2坛吧。司使寻我。来了。喝茶。属下事忙，没工夫喝茶。司使初来乍到，若有不明白的，问我便是。巧了，刚好我有事想问副使。3日前，你进宫见过官家？违背七秀司的规矩，绕过司使秘密进宫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！要不是我告了齐如海，你一个锦衣玉食的世子，哪里做得了这司使之位？得了便宜，倒来兴师问罪啊！
你认得我？我在七秀司17年，皇都中没有我不知之事、不识之人。吴彦西，恐怕连你的家事都要来问问我。哦，那我倒想请教一下。成天8年，你刚满10岁，奉诏入宫，养在官家身边。灵王入山修行，从此远离朝廷。你可知是为什么？这事情当年是我和齐如海亲自处置的。如今七秀司里知道的人，只剩我一个了。成天8年，我外祖家谋逆，官家不想牵连过多人性命，这才秘而不宣的，因此才保住了我母亲和朝中众多官员。官家既把我养在身边，这事儿我从小就是知道。袁副使，你以为拔刀就能有活路吗？不拔刀，你会留我性命？不会。小人罪该万死。还没轮到你呢，把人给我叫齐，我训个话。你们一定想问，袁副使因何而死？这么多年，陛下一直视齐如海为左膀右臂，他一朝被打死，是因为前一日副使秘密进宫告状，揭发他构陷于我。他自是对我有恩，
殊不知这恩是出自官家，而不是他。司使忠于官家，七秀卫便该忠于司使。京中之事，七秀司无所不知。我是谁，想必你们也心知肚明。除了这门我是谁不重要，可进了七秀司，我便是你们的司使。元齐当差多年，掌握着无数人的底细命脉。他以为用这些要挟我便能换得信任，可是他想错了。因为官家给你们这份差事是用来守口如瓶，不是用来出卖邀功的。这种咬死了主人的狗，我绝不能留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七秀司臭名昭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今日我既是司使，就得按我的规矩来。以前我怎么带兵的，现在我就怎么带你们。从今日起，七秀卫不可私下斗殴，不可欺压良善，不可敲诈勒索。要是让我发现谁打着七秀司的幌子乱来，我先要了他的命。是。还有问题吗？司使，我想问，袁副使功夫极好，你是用什么招杀他的？下次教你了。好。你叫什么？多大？司使，我叫李猴，今年18。这么小就来七秀司了？刺史莫要看扁我这位兄弟，若论身轻如燕，司里无人能及。行，都散了吧。是。司使，小人愿自断一臂，只求司使饶小人一命。一条胳膊换一条命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买卖？敢问司使，我这位兄弟犯了何事，非要他抵命？你倒仗义，不过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他的命了？谢司使大恩。至于怎么处置嘛，你容我再考虑考虑。你叫什么？属下郑虎，老虎的虎。好一个老虎！从今日起，你便顶了这副使之职，如何？至于你这位兄弟到底做了什么，你自己问他喽。谢司使。你看我当时跟你说压大，你就不听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不我哥的玉吗？好家伙，平日里装的那么正经，偷着玩呢，原来。哎，这玉给我了啊！哎，沈小妍呢？您拿好。这我得给我爹看看。走。娘子要当些什么？掌柜的，前几日我家当了一批绸缎首饰，可在你家库里。我家这几日并未收当丝绸啊，娘子怕是记错了吧？当户姓陈，名志。娘子原是与我说笑啊。陈郎君那日把东西拉来，只是寄存半日，当夜便拉走了。那陈郎君自家便是开当铺的，怎会把东西当给我呢？看来是我记错了，请问陈家当铺怎么走？哎呀，这都2日了，你说这陈郎君也没了个动静，沈郎君也不再来送吃食了。二嫂，你急什么呀？那小厮不是已经把当票送到老夫人手上了吗？还跑得了庙？再说，这买地赁房是大事，哪能慌里慌张就办了？若他立马就把契子拿过来，我反倒疑心他做事草率了。是呢，那即便是去乡下买头牛，都得挑挑拣拣，看看牙口呢。
至于沈大郎呢，就别指望他了。他那个爹娘都是有风使尽力的人，你看他还提不提定亲的事？啊？这事儿若一时办不妥，这个陈郎君也该再来一趟，同我们说明白啊。二嫂，你就出了那几个钱，也一心弃陈志了？那几个钱也是钱。沈琦，花纸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可是来找陈志的。今日出了桩怪事儿。我前日在人家庄子写下的玉佩，今日竟被家里在赌坊遇见。父亲气得要将我禁足，百口莫辩，好不容易才跑出来。有人把他输进了赌坊。是啊，可陈兄分明见这回玉出当了，只怕是他们家当铺出了内鬼，往外偷东西呢。方才我去陈府找，门子说他不在，我便来当铺看看，好提醒他一句。沈郎君，你先回去吧，免得令尊再生气。我知道这鬼在何处。夫人，夫人，陈家郎君来了，夫人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赶紧去请老夫人。你看，哎呀，问老夫人安，学生2日未到，想必夫人们该着急了吧？没有没有，你办事我们很放心。在下惭愧。怎么讲？我这2日四处筹措借钱，想把缺的那份钱补齐，尽快拿来契子。可世态炎凉，虽有亲朋解囊，还是差了一些。既已有了大半，可先将宅子拎了，买地的事儿，徐徐图之也无妨。老夫人，就差150贯钱。学生有一位忘年交，乃是京中大儒。他听闻花府藏书繁多，其中真本都被内眷们带出府来。他愿出市面上2倍价钱买这批书，只当借看，待花家有所周转，再赎回便是。没想到纸丫头误打误撞的，倒是做了桩好买卖。我这几日看上一间4进的大宅，东主着急卖钱，物美价廉。若这2日拿不出钱来，再寻这样的也难了。有劳陈公子了。有劳。夫人们回吧。等等，钟叔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些书为何要给陈郎君？今日卖了这些书，明日咱们就能够搬进正经的宅子了。三婶真要谢谢你。侄儿，抄家那日你舍财宝书，道理我是明白的。可是事情要分个轻重缓急啊！现如今家里衣食无着，已迫在眉睫了，这书就……钱总有办法周转，但这些书绝不能离开庄子。三夫人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大丫头，你平日是惯了我行我素的，从来不跟我们这些叔嫂姐妹们来往。如今不许你再这么任性了。这些书，老夫人做得了主，我也做得了主。陈郎君，尽管拿去卖。这陈志根本就不是好人，我们的钱都被他拿出来滥赌。你空口无凭，你有证据吗？这是沈琦的玉佩，当日就在这宅子里摘下的，被他输在了赌场里。大家大姐，人哪还有？来，下水吧！别动！什么人？杀鸡之力都没有，还敢作奸犯科！于郎君，我问你答，若答得明白，我立时就放了你；若答得不尽不实，我便送你去见官，革了你秀才的名号。我说，这是于征尧的供词。陈志威胁于征尧和他合谋，来骗取花家的财产。于征尧平时吃用都找他借钱，所以不得不答应。那当铺就是陈家的，他就是东家，左手进右手出。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快去救人呐！
周叔，杀人！周叔，陈志，你就不怕吃官司吗？吃官司？你以为我不知道这钱哪来的？都是你们私藏夹带出来的。我敢劫财，难不成你敢报官啊？畜生！你这畜生！那我们打个商量，你把这些书给我留下。阎罗王面前没放回的鬼，这些书左右卖不成了，我拉回去便通通当柴火烧了，一把灰扬尽了。你便去告我也没凭证。你们这些下贱妇人，侥幸没被卖了籍贯，便该撮合受着，还想锦衣玉食，还敢同我理论？这么说，是没得商量了。给我滚！驾！不要走！这丫头，七秀司端公可在？我有一桩天降的功劳要送与二位。驾！什么功劳？你倒说说。那日抄家有金银财帛被我等夹带出来，今日我来自首。那些钱财在何处？被这人劫了去，就藏在当铺之中。哎，官爷误会，哎呦，哎呀！你也是跟我走一道。力气不错，招式还超过。头，擦，真厉害头！咱要不歇会儿喝口茶？还差得远呢。在北地的时候，每天我都要练1-2个时辰。还有谁给我练练？我来。你不？我来。司使，我等驻守紫黄居庄子外，先查缴了一批花家财物。哪儿来的？陈志已经绑来了，下在狱里。那花家娘子也绑来了，关在外头，等待司使发落。野地里守了几日，被人当成法子，你们还挺开心的。陈志移交衙门，按律发落。那花家娘子可是叫花枝？正是。果然是她。放了吧。是。司使，
他不走，他说吵着非要见你，许还直接把他赶出去。带他进来。是。这世上还真有自投罗网的。花家私藏的财产已被绞尽，这些书不在朝墨之列，可以还给我吗？这些书这么重要吗？对你来说可能一文不值，但是对我来说十分重要。说起来，当初查抄花府，官家吩咐过，花中臣的书稿切不可流入民间。可七秀卫搜遍了，都只发现一些刊行于世的旧文，连一个新字都没搜出来。你说奇不奇怪？祖父年迈力衰，早已指数不住，想来并无新作，私事自然也就查不出什么了。原来如此，那倒也不怪他们办事不精了。那书可以还给我吗？我近来无聊，刚好想看书解闷。我看这个梅花易数就不错。难不成他知道了？花家娘子真是吝啬，借你几本书也不肯。也罢，带上你的书，滚吧。多谢。这儿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你们两个，赶紧把这些碍眼的书给我挪走，哪儿抄来的，就给我送哪儿去。是。告诉那两个便宜法子，从今日起不必再盯着花家了。是。你们谁还有劲儿，再陪我练练。头儿，咱改天吧，真没劲儿了。我刚才听说，那个陈志就押在牢里，把他给我提演武场去。畜生！真是畜生！哎呀，都怪我，这事不应该着急同您说。这下真的是完了，一条生路也没有了。都说破财消灾，只是没想到纸丫头竟连七秀司也敢招惹，真是糊涂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是想这些事儿的时候吗？纸丫头被查子抓走了，如今生死未卜。夫人，沈郎君来了。哦，那夫人。哎呀，沈郎君，我真是瞎了眼，就没看出只有你一个赤诚人，其他两个都是天不盖地不在、当心烂肺的畜生。沈郎君来可是有事啊？我听说陈志被带家示众，才知道竟被他骗了。我识人不清，愧对你们。我想着花，想着你们定然着急，便来看看。哎呀，那个姓陈的是来劫财，倒没伤人。如今他和花芷被带到七秀司了。哎呀，沈郎君啊，你先稍坐，我让我家姑娘给你倒杯茶。不，三夫人，我得先告辞了。你急什么呀？夫人，我家在禁军衙门有些熟人，说不定能同七秀司说上话。当务之急是把花芷接回来。啊，对了，三夫人，我眼下没有现钱，待我筹到了钱，立马给你们送来。告辞。灵儿，灵儿，哎呀，沈琦要走了，你赶紧去送送他。我送他做什么？哎呀，
让你去你便去，他可是个真正的正人君子啊！你可别犯傻。他便是跟花芷议过亲，但终究还没订婚，到头来是谁的还不知道呢。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哎呀，如今山穷水尽了，他可是我们唯一的期望啊！既然愿意来看我们，便是存着一丝旧日的情谊。万一沈家愿意拉我们一把呢？来吧，走吧。母亲别急，我去便是。沈郎君，姑娘何事？郎君万福，我杭儿，单名一个情字。哦，原来是二姑娘。我母亲说，郎君是一个好人，想必家中的情形，郎君也是见着了。这病的病，愁的愁，真的如火坑里一般。姑娘莫要灰心，总有柳暗花明。姑娘，你先起来说话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起来。若能得到郎君的照拂，花姐愿以此身相报。姑娘，你先听我说。姑娘，沈琦不才，实在是难当此人。我与花芷的婚事虽未落定，但在我心中，我与她已有终身之约。无论贫穷或富，我都不会负她。便是做个妾室，花姐也是愿意的。姑娘，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？臣妾。姑娘，你是成何体统啊？姑娘，姑娘。啊，你没事吧？二妹妹，沈郎君，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花芷，你回来了。直姐姐，这个地上全是沙子，滑得要命，你可千万小心走些。沈郎君来家里探望，母亲叫我出来送一送客，没料反倒失了礼数。大姑娘，还是你替我送送沈郎君吧。今日多谢你提醒，我才把书追回来。再晚一步便无可挽回了。我帮你牵吧。不用，我自己牵回来的不差这几步。你快回去吧。其实你不必再来了。这庄子里这么多人，靠你一个人是救济不过来的。哪怕能一时一地的帮，也只会是无穷无尽的窟窿，除了自救别无他法。况且你我之间本也就没什么关系。平时蔫不吭声，冷不丁窜出去，哼，比兔子还快呀！三夫人，晴儿也只是想替您分忧。真想替我分忧，倒是变出一个能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来救救咱们呀！沈大郎跑得如此的快，看来也是个靠不住的。还男子汉呢，趁早审审吧。不就是个男子汉，差点把我们家家当全卷完了。大嫂，你们家的纸丫头真是天上没有地上难寻的。你是怎么教出这么个棒槌，非要冲出去强出头？钱是以为没拿回来，自己倒像一个小鸡崽似的被碴子给拿走了。先不说会不会连累咱们一家老小，他自己呢囫囵着回来就已经很好了。我平安无恙的回来了，没有连累任何人。芷儿，芷哥回来了，没事吧？回来就好，我没用啊。多亏了钟叔拦着，书我都带回来了，一本也不少。您先安心养伤，其他的先别过问。芷姑娘，别怪二婶多嘴，你这拼死走一回有什么用呢？那些钱财死活都是回不来的了。有用，今日若陈志得逞，明日便会有李治、王志来抢。我今日便要让他们知道，我们花家哪怕只剩妇孺，哪怕去找七秀司，也敢跟他们拼个鱼死网破。即便他们讹诈抢掠，也休想占走一文便宜，只能落得败家示众的下场。从今日起，便不会有人敢学陈志那样抢掠花家。
祖母，平安回来就好。齐秀司并未为难我。那快坐。这是。此物干系重大，孙女不敢私藏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应当交与祖母保管。